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3章。米莱迪说出真相。我可以和你单独说几句话吗？罗伯特·奥德利问道，同时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米莱迪点了点头，作为回应。图书馆的门半开着，他把它完全打开。迈克尔爵士已经回更衣室准备晚餐了。经过一天愉快的懒散之后，这种懒散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是完全合法的。房间里没有人，和昨天下午一样，壁炉里的火光照亮了房间。奥德利夫人，罗伯特用一种冰冷而严厉的语气说，听不出丝毫温柔或者同情。昨天晚上我和你坦诚地说了心里话，但是你不想听我的。今天晚上我会更坦诚地和你说话，你一定要认真听我说。米莱迪蹲在火炉前，双手捂着脸，发出一声类似呻吟的哭声，但是没有回答。昨天晚上斯坦宁山着火了，奥德利夫人，那无情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住的城堡客栈被烧毁了。你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来，没有被火烧死的吗？不知道。我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逃了出来，几乎是很傻的。我没有睡在给我准备的房间里，那里太湿太冷了。我想在壁炉里生火，但是没不着，所以我说服一个女仆在楼下小客厅的沙发上给我准备一张床。我在那里睡了一下午。罗伯特沉默了一会儿，看着那个蹲着的身影。米莱迪的姿势唯一的变化是他把头埋得更低了。你想让我告诉你，是谁烧了城堡客栈吗？米莱迪，奥德利夫人没有回答。你想让我告诉你吗？还是一样的固执沉默。奥德利夫人，罗伯特突然大声说，是你放的火，是你那双杀人的手点燃的火焰。是你觉得用这么可怕而难以言喻的行为可以摆脱我，你的敌人和指责你的人。其他人的生命被牺牲，对你来说重要吗？如果你能再次引发圣巴塞洛庙日大屠杀，为了除掉我，你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成百上千的无辜者。我已经没有同情心和怜悯你的心了，我不再为你感到难过或者后悔。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揭露你的罪行，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你的错而受苦。但是我再也忍不住了。如果有一个秘密的法庭，你应该为你的罪行负责。我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指责你，但是我会原谅那位高贵的绅士，他很好的名字会因为你的坏名声而受到影响。罗伯特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变小了。而且短暂的失去了冷静，但是他很快恢复过来，继续说，昨天晚上没有人死在火里。我睡得很轻，米莱迪，因为我担心我知道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在这所房子里。是我发现着火了，并且及时告诉了女仆和那个可怜的醉汉。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受到了很严重的烧伤，现在在他妈妈的家里。情况不太好，多亏了他和他的妻子。我知道是谁在深夜去了城堡客栈。那个女人见到我的时候几乎疯了，是她告诉了我前一天晚上的细节。上帝知道他还知道你多少秘密，米莱迪，或者如果我需要他的帮助，我可以很容易地从他那里得到这些秘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很清楚我的任务是什么。我发誓要把杀死乔治·托尔博伊斯的人绳之以法，我会做到我的誓言。是你害死了我的朋友。如果我有时候会问自己，就像我自然会问的那样，也许我是某种可怕的幻觉的受害者，或者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比一个美丽年轻的女人犯下这么坏的罪更大？如果我有时候会问自己，现在不会了。
经过昨天晚上的可怕的事情之后，你再也不能犯下任何罪行，无论多么可耻，都会让我对你产生怀疑。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认为你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罪的女人，虽然犯了罪，仍然能够受苦和拥有感情。从现在开始，我会像看待某种恶魔的化身一样看待你。但是你不能再用你的存在来破坏这个地方了。如果你不当着你骗了这么久的人的面承认你是谁，并且接受他的原谅和我的原谅，我就会去找那些会说出你真实身份的证人，即使冒着永远影响我的名声和我爱的人的名声的风险，我也会让你因为你所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奥德利夫人突然站起身来，把头发从脸上拨开，眼睛闪闪发光，笔直而坚定地站在罗伯特面前。把迈克尔爵士带来，他大声说，把他带到这里，我会承认任何事情，我会承认一切。我在乎什么？上帝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和你作对，而且我已经尽可能地有耐心了。但是你赢了，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不是吗？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你用你冷静、聪明和精明的才智为一个正义的事业服务。你赢了一个疯子。一个疯子，奥德利先生惊叫道。是的，一个疯子。你说我杀了乔治·托尔博伊斯是对的。但是你说我用卑鄙的方式杀了他，你是错的。我杀了他，因为我疯了，因为我的脑子有点不太正常。因为当乔治·托尔博伊斯骚扰我的时候，就像你骚扰我一样，并且威胁我，我的思想从来没有平衡过，失去了它剩下的平衡过，失去了它剩下的平衡。我疯了。把迈克尔爵士带来，快点。如果我必须告诉他什么，我会告诉他一切，我会告诉他我一生的秘密。罗伯特·奥德利离开了房间，去找他的叔叔。上帝知道他会感到多么大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破坏他叔叔最大的希望，而且他也知道，如果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和现实混淆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梦想没有实现，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即使他为迈克尔爵士感到很难过，他还是忍不住想起米莱迪的最后一句话：我一生的秘密。他还记得海伦·托尔博伊斯在离开怀尔德恩西的前一天晚上写的信。罗伯特记得那些恳求的句子：你必须原谅我，因为你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你知道支配我生活的秘密是什么。罗伯特在客厅里找到了迈克尔爵士，他没有做什么来减轻从男爵听到这么可怕的事情会受到的影响，他只是把他带到壁炉里的火光照亮的图书馆。到了那里，他小声地对他说：奥德利夫人想向你坦白一些事情，先生，这是一件我知道你会觉得残酷和悲伤的事情，但是为了你现在的名声和你未来的平静，你必须听他说完。奥德利夫人骗了你，我很遗憾地说，用一种卑鄙的方式。你应该亲耳听到他可能说的为他的坏事辩解的理由。愿上帝减轻这么可怕的打击。年轻的律师哭着说，完全沮丧。我做不到。迈克尔爵士举起手，好像想让他的侄子安静下来，但是他无力地放下了手。他僵硬地站在房间中央。露西，他用一种痛苦的语气喊道，这种痛苦像打击一样落在那些听到他说话的人的神经上，就像受伤的动物的叫声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之悲伤一样。露西，告诉我这个人疯了，告诉我，我的爱人，不然我会杀了他。当他转向罗伯特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愤怒起来，好像他真的可以用他举起的手臂打倒他妻子的指责者一样。
然而，米莱迪跪在他的脚下，挡在从男爵和他的侄子之间。他的侄子靠在扶手椅上，用手遮住了脸。他告诉你真相，米莱迪说，他没有疯。我请他来找你，向你坦白一切。你对我太好了，比我应该得到的要好得多。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同情你，但是我不能。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的不幸。我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你，我很自私。现在我仍然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自私。幸福的人对别人有感情，但是别人的不幸和我的不幸相比，好像很小。我嘲笑他们。当米莱迪跪在迈克尔爵士的脚下的时候，他想扶起他，并且抱怨着。但是当他听到奥德利夫人的话的时候，他倒在了一把椅子上。那把椅子就在他跪着的地方附近，双手交织在一起，低着头，以便听到每一个不幸的字。他听着米莱迪说的话，好像他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这个行为上。我必须告诉你我一生的故事，这样你才能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可怜的坏人。他唯一的希望是允许他逃跑，并藏在地球上某个荒凉的地方。我必须告诉你我一生的故事，米莱迪重复道，但是不要害怕，我不会说很多没用的。回忆这件事，我没有任何快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我认为很正常的问题，上帝帮助我。我问我的妈妈在哪里，我模糊地记得一张脸，和我现在很像，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看着我。但是，突然间，这张脸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被告知我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我感到不高兴，因为照顾我的女人很讨厌，而且我们住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在汉普郡的海岸上，离普茨茅斯大约10公里。我的爸爸在海军工作，只是偶尔来看我，所以我实际上是由这个女人照顾的。她不定期的收费，每次我爸爸晚付钱的时候，她都会向我发脾气。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发现了穷是什么意思。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不满意，而不是因为某种无法控制的冲动。但事实是我重复问着关于我妈妈在哪里的同样的问题，他们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回答我。她在外面。当我问她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秘密。当我长大到足以理解死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问我的妈妈是不是死了，他们告诉我她没有死，而是生病了。我问她生病多久了，他们回答说好几年了，从我小时候起。最终，这个秘密被说出来了。有一天，当工资比平时晚了，我的继母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问了同样的问题。她很激动。她告诉我，我的妈妈疯了，在一家精神病院里，离家大约60公里。她刚说完就后悔了，并且向我保证她对我撒了谎，不要相信她，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她刚刚告诉我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我的爸爸曾让她发誓，永远不要告诉我关于我妈妈在哪里的秘密。我一直想着我的妈妈是疯子的这件事，我日夜都在想这件事。我总是想象她在某个牢房里走来走去，穿着可怕的衣服，遮盖着她饱受折磨的四肢。我夸大了她的处境。我没有意识到精神错乱的不同程度，而困扰我的形象是一个沮丧而暴力的生物。如果他能抓住我，他会扑向我并杀死我。这个形象重复了太多次，以至于我最终在深夜醒来，尖叫着，因为我梦见我的妈妈抓住了我的脖子，并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她的胡言乱语。当我10岁的时候，我的爸爸来了，付清了所有欠我继母的钱，并带我去上学。
他把我留在汉普郡的时间比他计划的要长，因为他没有钱。我再次感受到了穷的痛苦，而且周围都是乡下和普通的儿童。米莱迪沉默了一会儿，喘了口气。他说得很快，好像想尽快结束这个令人讨厌的故事。他仍然跪着，但是迈克尔爵士没有做什么来帮助他站起来。他坐着，保持沉默和一动不动。他听到的故事是关于什么的？关于谁？又通向哪里？不可能是关于他的妻子。他听到了奥德利夫人对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简单描述，并且相信了他，就像相信福音书一样。他告诉他，他从小就是个孤儿，他的青少年时期在一个寄宿学校里平淡地度过了。我的爸爸最终回来了，我告诉了他我所发现的事情。当我告诉他关于我妈妈的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他非常难过。他不是通常所说的好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知道他深爱着他的妻子。如果他没有被迫每天工作来照顾他和他的女儿的生活，他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她，并成为她的守护者。我再次感受到了穷的痛苦。我的妈妈本可以得到一个忠诚的丈夫的照顾，但是她却由雇来的护士照顾。在我爸爸送我去托基的学校之前，他带我去看望我的妈妈。这次探望消除了困扰我很久的那个形象。我的妈妈不是一个穿着紧身衣的躁狂症患者，有警惕的看守人看守，而是一个天真的人，有着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看起来像一只蝴蝶一样脆弱。她跳着向我们走来，头上戴着鲜花，用灿烂的微笑和快乐的话语迎接我们。但是她不认识我们，她会对任何穿过精神病院花园大门的人说同样的话。她继承了她妈妈的疯狂，她的妈妈死于精神错乱。我的妈妈一直神志清醒，或者说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直到我出生的那一天。从那时起，她开始失去能力，最终变成了我在精神病院看到的那个人。我离开了那里，知道了我将从我妈妈那里继承的唯一东西是疯狂。我离开了那里，知道这件事还有更多，一个我必须保守的秘密。那时我只有10岁，但是我感受到了这种负担的全部重量。我必须保守我妈妈的疯狂的秘密，因为这是一个可能会对我的未来生活产生不好影响的秘密。这是我不应该忘记的事情。我总是记得这件事，也许这就是我变成一个自私和残忍的人的原因，因为我想我是残忍的。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告诉我，我很漂亮、美丽、迷人。起初，我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听着这些形容词，但是渐渐地，我开始以一种贪婪的方式听着，并认为，虽然我必须保守这个秘密，也许我在生活这个大的彩票中比我的其他同伴更幸运。我已经学会了所有女孩迟早都会学到的东西。我已经学会了我的命运将取决于我的婚姻，而且我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我比我的同伴更美丽，因此，我的婚姻必须比他们的更好。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个想法，在我17岁之前就离开了学校，和我的爸爸一起搬到了英格兰的另一端。他已经退休，并住在怀尔德恩西。他认为，因为这是一个偏僻而便宜的地方，他可以用它继续领取的半薪生活。毫无疑问，怀尔德恩西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只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意识到，即使是最美丽的女孩，也必须等待比她希望的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一个有钱的丈夫。我不想详细说明我生活的这一部分。我敢说，
我非常不幸，你的侄子和你，迈克尔爵士，一生都很富有，你们可以随意看不起我，但是我发现生活会受到穷的影响有多大，而且我非常害怕我的生活会是这样。最终，有钱的求婚者，流浪的王子来了。奥德利夫人沉默了一会儿，抽搐地颤抖着，很难观察到她脸上的表情变化，因为她的头埋得很低。在漫长的忏悔过程中，她没有在任何时候抬起头，她的话也没有被眼泪打断。她的语气是冷酷的、疏远的，就像一个顽固的、阴沉的罪犯向监狱的牧师忏悔一样。流浪的王子来了，他重复道，他叫乔治·托尔伯伊斯。自从他的妻子开始忏悔以来，迈克尔爵士第一次害怕了一下。他开始明白一切了。数百句被忽视的话语和被遗忘的情况，他认为不重要，都像他过去最重要的事情一样鲜明地涌上心头。乔治·托尔伯伊斯先生是龙骑兵团的一名骑兵少尉，他是一位富有先生的独生子。他爱上了我，我们在我17岁生日后的3个月结婚了。我想我爱他，就像我能够爱的那样，虽然不像爱你那么多，迈克尔爵士，因为当你和我结婚的时候，你把我提升到了一个他永远无法给我的地位。梦想破灭了。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回忆起大约2年前的那个夏日午后，他公开表达了他对道森先生家庭女教师的爱。他回忆起当时他所经历的那种令人头晕的悔恨和失望感，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模糊地预感到了他内心的那种可怕的折磨。而奥德利夫人在进行忏悔的时候，她正在经历这种折磨。然而，我不认为她感受到了那种绝对的惊讶，那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当一个好女人变成一个不光彩的生物，她的丈夫必须放弃她，以保持她的荣誉完好无损的时候，她会感受到这种厌恶感。我不认为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真的相信了他的妻子，他爱她，钦佩她，她的美丽使他着迷，她的魅力使他感到羞愧，但是那种模糊的空虚感、失落感和失望感，他在他订婚的那个夏日午后感受到的那种感觉，从那时起就没有离开过他。我不认为一个真诚的人，无论多么纯洁，或者无论他的性格多么值得信赖，会被虚假所欺骗。在有意识的信任之下，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怀疑，即使是最强大的意志，也无法战胜。我们结婚了，米莱迪继续说道，我爱他，足够让我们在有钱的时候感到幸福，而且我们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花了很多钱，住在最好的酒店里。但是，当我们回到怀尔德恩西，住在爸爸家里的时候，钱用完了。乔治开始感到不高兴，他不停地想着自己的问题，似乎没有注意到我。我感到非常不高兴。我觉得我们美好的婚姻给我的唯一东西就是1年的快乐和挥霍。我恳求乔治向他的爸爸寻求帮助，但是他拒绝了。我试图说服他应该找一份工作，但是他没有成功。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虽然对我的妈妈产生了如此灾难性后果的危机开始在我内心显现，但是我设法控制了自己。然而，一旦我恢复过来，我就变得更加易怒，更不愿意在艰苦的日常生活中奋斗。我更经常地抱怨我们的贫困和乔治的疏忽性格。有一天，我公开地抱怨了。我斥责乔治的残忍，因为他把像我这样手无寸铁的女孩推入了贫困和痛苦之中。乔治勃然大怒，跑出了房子。第二天早上，我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去了澳大利亚寻找财富，而且他不打算再见到我，直到他变得富有为止。
我认为他抛弃了我，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最终憎恨了那个把我留给我的爸爸的男人，他是一个软弱和酗酒的人，还有一个儿子要养活。我必须非常努力的工作才能支付我们的开支，而且我每工作1个小时，因为有什么工作比家庭女教师更累呢？我都在想着乔治·托尔伯伊斯对我的伤害。他的爸爸很富有，他的妹妹生活得很好，而我，他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妈妈，注定要永远生活在贫困和黑暗之中。我是一个奴隶。人们同情我，我憎恨这一点。直到那时，流淌在我血液中的遗传不幸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那时我开始出现暴力和绝望的症状。我想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失去精神平衡，并且第一次跨越了分隔理智和疯狂的细线。我看到我爸爸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担忧，我知道他像安抚孩子和疯子一样安抚我。他的小伎俩让我恼火，他的放纵让我感到烦恼。最终，绝望的袭击迫使我做出一个极端的决定。我决定逃离这个不幸的房子，我靠我的牺牲来维持它。我决定抛弃这个爸爸，他似乎更害怕我，而不是爱我。我决定去伦敦，迷失在这个大城市里。在怀尔德恩西，我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了一则广告。我用一个假名字向发布广告的人文森特夫人提出了申请，她接受了我，没有调查我的背景。你们已经知道剩下的事情了。我来到了这里，你向我求婚，接受你的求婚意味着把我提升到一个我从年轻学生时代就梦想达到的领域，而且我第一次被告知我很漂亮。3年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我丈夫的消息。我知道，如果他回来了，他会在任何地方找到我，即使我已经改了名字。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性格中无穷无尽的力量。我对自己说，我有权认为他已经死了，或者他希望我相信他已经死了。他的阴影不应该阻碍我和繁荣之间的道路。我对自己说了这些话，并嫁给了你，迈克尔·奥德利先生。我坚决要尽我所能地做一个好妻子。那些经常袭击并使一些女人沉船的诱惑，并没有让我感到害怕。我本来会是一个忠诚的妻子，直到时间的尽头，即使我被无数的诱惑所包围。我们称之为爱的疯狂，从来没有和我的精神错乱有任何关系。我的残忍，一种恶习，变成了一种美德，忠诚。我新处境的第一个胜利和辉煌，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并感谢把我带到这里的人。第一次，虽然我很幸福，但是我同情别人的不幸。我曾经很穷，现在我很富有，所以我能够理解我的邻居们所经历的困境。我喜欢做善良的事情。我找到了我爸爸的地址，并给他寄了一大笔钱，虽然我是匿名寄的，因为我不希望他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充分利用了你的慷慨所给予我的特权。我不断地散发着幸福的光芒。他们爱我，钦佩我，而且我相信，如果命运愿意的话，我会在我余生中成为一个好女人。我想在那时，我恢复了我失去的平衡。自从我离开怀尔德恩西以来，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我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和反应。在我住在医生安静的房子里的时候，我曾多次问自己，道森先生是否会怀疑这种看不见的遗传不幸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命运的力量挡住了我的道路，我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我结婚还不到1个月，我就在埃塞克斯的一家报纸上读到，一位名叫托尔伯伊斯先生的人，一位幸运的人，即将从澳大利亚返回。我读到这条消息的那天，这艘船已经起航了。我该怎么办？
我刚刚告诉过你，我意识到了乔治的钢铁般的性格。我知道，如果他去了澳大利亚，并赚了一笔财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我。我试图躲起来是没用的，除非他相信我已经死了，否则他永远不会停止寻找我。迫在眉睫的危险让我感到困惑，我再次失去了精神平衡。我再一次跨越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我疯了。我去了南安普敦，拜访了我的爸爸，他和我的儿子住在一起。你们会记得，文森特夫人的名字被用作这次仓促旅行的借口，而且作为同伴，我只能依靠菲比·马克思，我把他留在旅馆里，而我去拜访我的爸爸。我向我的爸爸坦白了我所面临的危险。他听到我所说的话的时候，并没有感到非常惊讶，也许是因为贫穷已经缓和了他的荣誉感和原则。他没有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感到害怕。他答应我，他会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摆脱如此可怕的处境。乔治给我的爸爸寄了一封信，寄到了怀尔德恩西。他是在白眼巨人号起航前不久写的。他在信中宣布了这艘船到达利物浦的大概日期。因此，这封信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开始行动。我们立即决定了第一步是什么。在白眼巨人号到达的那天，或者几天后，我的讣告应该出现在《泰晤士报》上。然而，我们意识到，执行这样一个简单的计划会带来一些复杂情况。应该通知死亡的日期和地点。乔治会立即前往那个地方，无论他多么遥远和难以到达，并揭露我们的阴谋。我非常了解他那不屈不挠的脾气，他的勇气和决心。他倾向于认为，